过年是阖家团圆、分享幸福的节日，也难免会人多势杂、多线操作。这个时候手机的差别可就体现出来了。正好我们公司3人是3个品牌的旗舰手机，不妨就来个实操大比拼。外观正面单台手机都是曲面屏，挖孔不同。荣耀 Magic 6 Pro 和苹果15 Pro Max 都是双镜头，但是1倍到 0.8 倍其实还是同一个镜头成像，多的是 3D 镜头，而苹果还多一个指示灯。3个都支持自动对焦，这也是远近都能够拍清晰的重要保障。屏幕指纹，荣耀是超短焦白光的方案，位置会比较靠下，而 OPPO 是超薄指纹的方案，位置会更好够到。另外 Find X7 Ultra 也是刚刚更新支持了息屏解锁，荣耀是一直都支持，而苹果的话是没有屏幕指纹。屏幕玻璃的曲率是 Find X7 Ultra 最大，从屏幕到机身，苹果和荣耀都是直角加上弧面的过渡，而 OPPO 是全弧面的过渡。荣耀的切边会有明显的机体感，而苹果也很一体，但是边缘还是会硌手。而 OPPO Watch 是最为轻手，视觉边框是荣耀最窄，苹果是最宽，边框都是金属，苹果是磨砂，而另外2个是镜面抛光。苹果和 OPPO 也都是有独立的静音按键，而 OPPO 的话还是一个3段式，背面3台设计都是不同的了。荣耀是纹路的玻璃，而 OPPO 是玻璃轻长素皮。苹果看着跟金属边框是一样的，实际上还是玻璃。大家觉得哪一个好看？拿起发财的小手来投个票吧！3个也都是 IP68 级别的防尘防水。正片开始，手机功能方面最大的区别应该就是 AI 了。过年期间路上是全是人，而家里面难免会摆很多杂物，消除掉这些东西呢，可以让我们的构图更加的干净和精致。我们分别选取人和非人的场景来进行图片的消除，背景也选择单一和复杂的多种。评估我们从2维度来看。第一是抠图是不是干净，第二是补图是不是自然。荣耀 Magic 6 Pro 和 Find X7 Ultra 都能够自动识别人物和物体的轮廓，发丝都可以抠得比较干净。但是荣耀 Magic 6 Pro 补的明显不自然，背景简单的还好，背景一复杂呀就是不可用的状态了。而 Find X7 Ultra 补图会自然很多，有的会残留影子的痕迹，只要再消除一下影子就可以了。虽然都是消除功能啊，真的没想到差距能有那么的大。有了 AI 功能的加持，再去景点也不那么怕有人挡镜头了。而苹果就只有基本的参数调节，并没有消除的功能。第2个场景，春节我觉得最头疼的场景就是一边要应付聚会聊天，一边还有可能要接电话，扭头就忘记要买哪些东西了。而荣耀的助手悠悠可以在你不方便操作手机的时候替你接打电话，而 OPPO 的助手小布可以直接让语音助手来替你接电话，比如你10秒钟没接起来的时候，手机会替你接，对话也都会帮你整理出来。而你自己接的电话也能够直接生成纪要，杂乱无章的对话瞬间就变得清晰了，还能够自动的区分要点和代办等等。苹果也是支持语音接挂电话，就没有另外其他功能了。另外3个手机的通话降噪能力也有所不同，除了麦克风的数量，还有 AI 的加持，我们直接听一下内录的效果。测试业就评测还原产品的真实，业就评测还原产品的真实，业就评测还原产品的真实，业就评测还原产品的真实。测试业就评测还原产品的真实，业就评测还原产品的真实。测试业就评测还原产品的真实，业就评测还原产品的真实。对话方面，荣耀的悠悠就已经很智能了，各种问题都可以直接回答。小孩和成人的回答会有不一样的措辞，对于喜欢问10万个为什么的小孩，交给手机语音助手来陪，那可真的是省心多了。而苹果的 Siri 一般问题也都能够回答，而回答不上来的就直接百度去了，给你列出了一排答案，并不会替你分析归纳。第3个场景就是 AI 画画了。荣耀的悠悠并没有这个功能，但是它会教你怎么样搜索 AI 的绘画工具，而 OPPO 有这个功能，只能够一次生成，并不能够再修改。还有 AI 照相馆可以根据拍好的照片生成艺术照，多人合照等等的美化功能也可以使用 AI 大模型。荣耀悠悠还有一个功能是可以智能的根据图片来生成视频，而苹果的 Siri 压根是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再来一个超纲题，假期不想动脑子，能不能让手机自己写报告或者写祝福语等等呢？悠悠里面是有 AI 创作功能的，涵盖很多内容，比如我们可以生成一个祝福语，悠悠还支持个性化的修改，但是可以听懂插入诗词的指令，却听不懂语气调皮一点的指令。而小布的话就都能够听得懂。大家觉得哪一个版本的祝福词更好呢？一起来打个分吧。而 OPPO 的小布还有一堆的功能，像是 AI 贺卡等等。今年还有春节的专题，比如说春节的水印等等，过年的氛围一下子就出来了。像是写策划案、演讲稿、简历、润色以及视频脚本等等的功能也都可以交给手机助手。AI 扎一个框架，然后用户再往里面塞内容，
改东西可是比创的东西要更简单，这样的人机互相搭把手，工作的效率也能够更高，就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和休闲娱乐了。看完了软实力，我们还得看看硬实力。过年少不了要跟朋友们一起开黑打游戏什么的，我们对比3台手机王者荣耀和妄想山海的表现，分别代表了常用的网游以及极限的大作。王者荣耀30分钟400尼特亮度，荣耀基本上120帧稳定，有波动也不明显。手机正面最高是43度，背面是41度。而 Find X7 Ultra 开始是稳定120帧，之后会一点点的降低，最低也是106帧，并不会感觉到区别。帧数的表现也是更加的稳，机身的温度是正面最高43度，背面是40度。苹果最高帧和最高画质只能够2选1，我们就不适合放在一起对比了。妄想山海，荣耀是主档进行下降，先是60帧，然后转到了40帧，机身的温度是卡在了45度。而 Find X7 Ultra 是不断的进行下降，机身的温度最高是48度，它的分辨率会比荣耀更高一些。而苹果的话就没办法测了，卡的是动都不带动的。最后的重头戏就是拍照了。荣耀是熟悉的3镜头，主摄、超广角和潜望镜式长焦，主摄跟长焦都支持光影防抖，苹果也是类似的，5倍的长焦是采用了 3D 的防抖。而 Find X7 Ultra 选择是比较另类的，用了2个潜望镜，分别是3倍和6倍，除了超广角以外，也都是有 OIS 光影防抖。OPPO 还有2种风格的水印，我们是选择默认的，而苹果和荣耀就只有1种，就不用挑了。实测对比，荣耀有3个风格，我们选择默认的鲜明来进行对照，其实有的时候质感会更好。先来看实验室场景，350勒克斯充足的光照。苹果的风格是最写实的，不过也并不讨喜，而荣耀的亮度最高，但是偏黄偏白了一些，饱和度也会过高。而 Find X7 Ultra 色彩比较准确，明暗过渡是最丰富的，就是非 HDR 屏幕看起来会有些偏白，自带的屏幕配合 Pro XDR 的效果就很棒了。解析力的方面，Find X7 Ultra 明显要好上一截，线条锐利分明，摩尔纹也最轻。苹果的锐度也不错，但是弧线上面出现了一些犬牙毛边，而荣耀基本上介于两者之间。20勒克斯的弱光之下，3台都能够自动切换夜景模式，我们是手动来关闭。解析力就充分的验证了什么叫做底大一击压死人。苹果的噪点最严重，画面的纯净度已经很差，而荣耀的细节锐利程度最高，但是画面也出现了很多的杂色。OPPO 的画质又是最纯净的。变焦的对比，超广角的视野，苹果和荣耀都是13毫米 0.5 倍，而 OPPO 是14毫米 0.6 倍。荣耀的颜色容易偏红，苹果和 OPPO 的颜色差不多，但是苹果有点受测光的影响而显得发白。这一组的视野范围会看起来更直观， OPPO 的话小了一点，而荣耀的话还是红。而到了主摄，苹果是24毫米， OPPO 是23毫米，两个相差不大，荣耀是27毫米，所以视野会更小一些。长焦3倍，荣耀是2.5倍开始切换潜望镜，而苹果是5倍，所以苹果如果放大看的话会有点糊，而荣耀和 OPPO 的质感都不错。长焦5倍，苹果切换了镜头是立马追上，荣耀画质依旧不减，和苹果是不相伯仲，而 OPPO 因为裁切而变得有些糊了。长焦10倍， OPPO 在6倍开始又是切换了一个镜头，荣耀的画质还是不减， 1.81像素确实是有一套。这样看差距可能不太明显，我们直接拉到最大，荣耀是100倍， OPPO 是120倍，而苹果是25倍。 OPPO 的表现还是3个里面最好的。大光比的场景，雾霾天气，荣耀的太阳有星芒，最亮也最好看，但是颜色偏的有点多。 OPPO 的明暗过渡还是最好的，颜色也是比较准，而苹果的话就是稍微暗了一点。而到了晚上，Find X7 Ultra 动态范围一下子是拉开了差距，路灯下面的明暗过渡最细腻自然，都能够看到聚光和辐射的这种渐面感，而另外2台都显得画面很平而昏暗。开启夜景模式之后， OPPO 的高光压住了，栏杆的反光都非常的清楚，领先的幅度反而更大了。城市夜景之中，荣耀的高光压的最好，但是整体偏暗，而且严重的偏红，天空还出现了分层。OPPO 的亮度最高，天空的纯净度也高，过渡非常的自然，表现是十分的亮眼，而苹果还是会有点暗。人像质感的方面，3台完全就是3个风格。苹果比较的原汁原味，就是有点黑；荣耀的锐利不错，就是人脸的过渡有点猴脸的感觉，颜色偏的有点多了。OPPO 的美颜基本上是真实而舒服的，多个镜头也不是裁切可以替代的。背景虚化和构图的方面，OPPO 的郊外比较的自然，像奶油化开一般。荣耀的质感也不错，仔细的看下方轮廓有一些没有抠准，而苹果不管是抠图还是成像都比较的差了。3台手机过年场景的对比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。
有小伙伴想要过年换个新手机的，想必也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了。苹果的散热会差一些，无法随时的发挥实力，而两个国产品牌堆料更足。AI 功能方面，两台国产的本地化都要比苹果好上不少，而 OPPO 的功能更是多，用得好的话可以省很多事儿。拍照的方面，三台的风格差异比较的大，苹果还是最写实，但是很吃后期的加工。荣耀的镜头和算法也都不错，但是偏色问题希望还可以再优化一下。而 Find X7 Ultra 的硬件要高出一截，哈苏的超光影系统拍照很有质感，动态范围也是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。那么大家的年过得怎么样呢？有哪些产品给你带来了便利，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槽点呢？咱们一起来聊聊吧。好了，我是王趣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